央觉摩罗曾经是古印度乔萨罗国的杀人魔王。央觉摩罗的意思就是用手指头做成的花环。他并非一出生就是个魔王，相反的，他曾经是个英俊健壮而又温文尔雅的好青年。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叫迦渠，意思是一切世间现。迦渠的父亲早死，他与母亲相依为命，侍奉母亲非常孝顺。母子二人居住在舍卫城中。那时舍卫城有个很有名的外道学者，迦渠就拜他为师，向他学习。迦渠才貌出众，学者的妻子也就是迦渠的师母长得年轻妖娆，一下子就被迦渠吸引了。一天，趁学者带着一众学生出去，只留迦渠在家的机会，师母主动诱惑迦渠。迦渠既惊讶又痛苦，言辞拒绝道：老师等于父亲，老师之妻等于母亲，怎可做这样乱伦的丑事呢？师母恼羞成怒，发誓要不惜代价毁掉迦渠。于是他回到卧室，撕碎身上的衣服，将身体抓得鲜血淋漓，再把头发弄得乱糟糟，找根绳子套在脖子上，佯装成自杀的样子，等学者回来。果然，学者回来被他寻死觅活的样子吓坏了，赶忙为他解开绳套，询问原因。当学者得知是迦渠趁他不在，企图凌辱师母，师母羞愤难当，这才要自杀时，怒不可遏。正当他要去教训迦渠时，又冷静了下来，因为他明白自己以及所有其他的学生都不是迦渠的对手，想要报仇只能智取。于是他把迦渠叫到身边，装作很关切的样子，说：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，现在我要教给你一个得道升天的秘密法门，你只需在中午之前持剑站在进出城门的大路口，遇到一个人就取他性命，然后割下他一根手指，用绳子穿起来，当作花环戴在头上。当你集齐了1000根手指头，你就得到了。那些奉献手指的人也可以升天了。老师说的这些让迦渠大惑不解，不是说静修梵行，慈悲平等吗？怎么会有这样残暴的法门呢？学者见迦渠犹豫怀疑，便故作生气道：你太令我失望了，原来你是个不听教导、怀疑老师的坏学生，我竟错看你了。迦渠为了不让老师失望，带着矛盾与痛苦的心情，拿着宝剑向城门走去。他来到大路上，在业力的驱使下，这时有许多恶鬼来搅乱他的心神，他的心智逐渐迷乱，面目变得狰狞，终于如野兽般大开杀戒，真的按老师说的，他割下受害者的手指，做成花环的样子戴在头上。这时的他已经不是迦渠了，而是央觉摩罗。一时间，恐怖的阴云笼罩着舍卫城，全城的人都躲了起来，不敢外出。很快，事情传到波斯匿王那里，波斯匿王马上征召武士讨伐央觉摩罗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挺身而出。临近中午，已经有999个人惨遭央觉摩罗毒手，还差1根手指，他就能如老师所说，可以得道升天了。他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徘徊，企图找到那最后一个人。这时，一个老太太向他走来，原来这老太太正是他的母亲。听说儿子变成杀人魔王，他不敢相信，于是来为儿子送午饭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央觉摩罗虽然已经疯魔，但自己的母亲还是认得，可是他的心智却不正常了。他想，母亲来了，正好凑足1000人，自己得道，母亲也可因此升天。于是提着剑冲向母亲。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佛陀突然出现，挡住了央觉摩罗的去路。央觉摩罗心想，太好了，这个沙门正好替母亲贡献这最后1根手指，于是便向佛陀冲去。没想到无论他怎么奔跑，他与佛陀的距离好像一点变化也没有。他已经跑得气喘如牛，但佛陀却总是闲庭信步的样子。央觉摩罗怒了，大吼道：你这不知死活的沙门，还不乖乖停下，受我一剑！我早已停了下来，是你自己停不住啊。佛陀怜悯道。央觉摩罗听到佛陀的话，开始仔细打量佛陀。他毕竟善根深厚，佛陀暗藏讥讽的话语和威德的身相，竟然使他清醒过来。他扔了剑，惭愧惶恐地匍匐在佛足前，痛哭忏悔，请求佛陀救拔，
准许他剃度出家。就这样，央觉摩罗放下屠刀，依止佛陀，成为一名比丘，后来还证得阿罗汉果。